常言说得好，曲木为直终必弯，养狼当犬看家难。墨染鸬鹚黑不久，粉刷乌鸦白不坚。蜜沁黄连终须苦，强摘瓜果不能甜。好事总得善人做，哪有凡人做神仙？来这么几句定场诗，并不是因为咱们今天要改成说书节目，这几句话其实是对瓦格纳集团的10年以及瓦格纳投资普里戈金人生的高度概括。作为乌克兰战场上最重要的一支雇佣兵力量，瓦格纳集团的背后隐藏着的是一连串惊人的历史。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俄乌战场上最凶残的部队瓦格纳雇佣兵的故事。瓦格纳集团是俄罗斯的一个私人军事服务公司，俗称雇佣兵组织。当然了，这个时候对俄罗斯法律有研究的朋友可能就会援引俄罗斯联邦刑法第359条，指出在俄罗斯私人军事服务公司是非法的，招募训练帮助或以其他方式组织或使用雇佣兵，应处以4到8年的有期徒刑。但是正如各位所知，如今的俄罗斯并不是一个特别讲法治的国家，从构成关系上来讲，它更接近于一个由寡头和寡头代理人组成的帮派。因此俄罗斯人之间的关系比联邦的法律条文更好用，也就是谁拳头大谁说了算。那俄罗斯谁拳头最大呢？当然是俄罗斯官方了，以及总统普京本人。正是因为有他们站台，瓦格纳才能在俄罗斯发展壮大，而他们在全球开展的所有业务都与俄罗斯国防部或者是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紧密相连。举例来说，瓦格纳最重要的训练基地在俄罗斯的莫尔基诺，而它的旁边就是俄罗斯国防部下辖特种部队格鲁乌第10特种任务旅的驻地。从卫星图像上我们可以看到，瓦格纳的基地和格鲁乌的基地是直接连通的。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瓦格纳和俄罗斯官方之间的关系已经好到穿一条裤子了。而关于瓦格纳的起源，其实目前还没有一个定论。美国分析师迈克尔·科夫曼认为，最初的瓦格纳佣兵是由俄罗斯联邦总统事务管理局组织的，和普京本人关系紧密。而俄罗斯记者伊琳娜·博罗根则通过一番调查，认为他最初是由格鲁乌创建的。虽然瓦格纳的起源众说纷纭，但我们至少可以确定，它的成立时间大概在2013年底到2014年初，其核心人物则是前格鲁乌中校德米特里·乌特金，以及2022年公开跳出来宣称自己是瓦格纳创始人的叶夫根尼·普里戈金。首先我们来看看乌特金这个人。2013年乌特金从格鲁乌退役，随即加入了俄罗斯在叙利亚的雇佣兵组织斯拉夫军团，为叙利亚的阿萨德政府提供安保和战斗服务。而瓦格纳的初始成员就是乌特金从斯拉夫军团中带出来的。乌特金再次出现在媒体上已经是2014年，他和他的同伙受俄官方的指派，作为占领克里米亚的小绿人成员之一，出现在了公众的视野中。瓦格纳集团的名字也出现在了新闻报道当中。随后瓦格纳参加了卢甘斯克机场战役，又在顿涅茨克参加了杰巴利采沃战役，帮助俄罗斯扶植了乌克兰东部的分离势力，并和卢顿伪政府的军头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在2014年乌克兰东部冲突当中，乌特金和瓦格纳成员的战斗细节目前尚不清楚，但我们可以确定的是，他在这2场战役当中表现出色，给普京开疆拓土的远大理想立下了汗马功劳。我们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2016年，普京曾邀请乌特金以及另外几个瓦格纳指挥官前往克里姆林宫参加祖国英雄日的庆祝活动。那个时候的乌特金已经是4枚俄罗斯勇气勋章的获得者。至于这些勋章是怎么来的，就不用我们多说了。当然了，正如大家所预料的那样，乌特金一介武夫上战场打仗没问题，至于运营一个跨国私人军事公司就不在他的能力范围之内了。真正把瓦格纳的生意搞得风生水起的，就是大名鼎鼎的普京的厨子普里戈金。作为俄罗斯的传奇人物叶夫根尼·普里戈金的一生，我们会在另一期节目当中详细叙述。这里我们先卖个关子，把重点放在瓦格纳的身上。
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以及顿巴斯战争告一段落之后，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出，普京政府尝到了瓦格纳的甜头，越来越多的使用私人军事承包商作为外交和非常规战争的工具。虽然在乌克兰东部战争当中，瓦格纳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但实际上在2015年到2021年底，亚非拉才是瓦格纳的主场。短短5-6年间，瓦格纳的势力范围扩大了7倍，从2015年的4个国家到2021年的27个国家，瓦格纳将他们的触角伸到了全球的各个角落，在中非共和国、利比亚、苏丹、索马里、叙利亚等国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在不同的国家，瓦格纳会根据当地情况进行不同的部署，向当地的军阀提供不同的服务。常见的瓦格纳任务包括训练当地部队，充当军阀打手，执行作战任务、场地和人员安保、情报收集和信息渗透活动等等。大家可以想象得到，训练有素的前俄罗斯特种兵对于非洲军阀来说，基本上就是降维打击。没过多长时间，当地的军头们就对俄罗斯产生了路径依赖。瓦格纳很快就以俄罗斯军事顾问的身份登堂入室了，控制了当地武装的命脉，并在当地政府和俄罗斯之间牵线搭桥，截取当地的矿产等资源，将整个国家纳入了俄罗斯挂头的势力范围。不过，虽然瓦格纳在俄罗斯的扩张行动当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但在2022年之前，俄罗斯官方通过新闻审查全面封杀了有关瓦格纳的所有报道，甚至俄罗斯教练或者游客之类的字眼也不允许出现在新闻媒体当中。只有对叙利亚战争的少许报道，向我们展示这个时候的瓦格纳到底在干些什么。2015年9月，瓦格纳首次出现在叙利亚境内。当时的俄罗斯和阿萨德政府达成协议，以特别行动的名义共同对抗叙利亚反对派。然而，俄罗斯天兵虽然到了中东，但却不好在正面和叙利亚反对派交手。因此，虽然俄军来了，却也只能搞搞空袭。但是大家也知道，就算是天上轰炸的再密集，地面一触即溃的话，战争也是赢不了的。那么，叙利亚政府军的溃败到底要谁来扛呢？当然是要钱不要命的瓦格纳了。瓦格纳集团的雇佣兵是和俄军士兵一起进驻叙利亚的。一开始，他们的任务是在拉塔基亚和霍姆斯等地执行侦察任务，并训练阿萨德的私兵，也就是所谓的老虎部队。但很快，瓦格纳就扩大了活动范围，并且开始出现在正面战场上，甚至是战线的最前方。一群金发碧眼的俄罗斯士兵成为了电报和 VK 等社交平台上的常客，他们被开玩笑地称为游客、考古学家。只不过他们手上拿的并不是铁锹，而是自动步枪和手榴弹。瓦格纳在叙利亚的军事活动在2016年的巴尔米拉攻势当中达到了巅峰。据一名前瓦格纳成员称，叙利亚军队在巴尔米拉攻势中的作用几乎为零，绝大多数的工作都是瓦格纳完成的。瓦格纳士兵担任前线顾问，维持叙利亚政府军的战线，并且负责前进空中管制，引导俄军的近距离空中支援。前进空中管制的最大用途就是为空袭指示目标，并且确保执行密接支援时友军的安全。然而，俄军方和瓦格纳佣兵之间的分歧也正是从这里开始的。俄军的一些军官和士兵对瓦格纳这群总统私兵嗤之以鼻，虽然明面上笑脸相迎，其实早就想着除之而后快，把他们当作炮灰来用了。空天军的飞行员们更是不在乎瓦格纳的生死，把他们当作冲锋在前的炮灰来用。瓦格纳第4突击支队的指挥官安德烈·博加托夫甚至被俄军的空袭炸掉了一条胳膊。然而，瓦格纳并不满足于只是拿钱干活，充当俄军的炮灰。他们的老板普里戈金并不是一个低调的人，他有充足的资源和理由，将瓦格纳这样一个罪犯和极端分子的聚集地伪装成民族英雄的品牌。2017年10月下旬，一些粗制滥造的 MV 开始在网络上流传，歌颂了瓦格纳在叙利亚的行动。他们将自己称之为管弦乐队，雇佣兵是音乐家，而战斗则被称为音乐会。瓦格纳用音乐和洗脑性的宣传活动来掩盖他们背后的暴力和血腥，顺便把自己塑造成了崇高的自由战士。2017年12月中旬，俄罗斯布里亚特共和国首都乌兰乌德举行了一场举重比赛，来纪念在叙利亚代尔祖尔省战役中牺牲的瓦格纳成员维亚切斯拉夫·列昂诺夫。
同年，俄罗斯总统签署法令，根据联合国1985年的决议，在俄罗斯设立国际志愿者日。但俄罗斯的这个国际志愿者和正常语境下的国际志愿者恐怕有着很大的不同。正常的联合国国际志愿者都是类似于国际残奥会团队、联合国妇女小组、哥伦比亚红十字会这样救死扶伤的组织，而俄罗斯的国际志愿者显然指的就是这群带着骷髅头的瓦格纳。2018年1月底，叙利亚出现了一座俄罗斯志愿者纪念碑，纪念碑上的阿拉伯文铭文写道：“献给解放叙利亚油田过程中英勇牺牲的俄罗斯志愿者。”这群俄罗斯志愿者说的到底是谁？想必大家心里都有数。顺带说一句，2018年11月底，在俄罗斯莫尔基诺的瓦格纳训练营树立起了一座完全相同的纪念碑。因此，到底是叙利亚人民感恩戴德为瓦格纳树碑立传，还是瓦格纳自吹自擂往自己的屁股上贴金，那就不太好说了。不过，此时的瓦格纳仍然不具备太多的声量。由于俄罗斯互联网的相对封闭性，此时他们仍然只是冲突中的背景板。真正让他们走到台前来的，还得是2022年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全面入侵。前面我们说到，瓦格纳最早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就是2014年的克里米亚危机。在俄罗斯占领克里米亚之后，大约有300名瓦格纳武装分子一直在乌克兰东部地区保持活动，并且在乌东地区的政治斗争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2017年卢甘斯克伪政权的政变，就是瓦格纳一手执行的。2022年1月中下旬，在俄乌边境局势不断升温之际，瓦格纳集团从非洲等地抽调了大批精干力量，准备分批潜入乌克兰境内执行破坏活动。2月26日，俄罗斯入侵的第二天，乌克兰政府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在基辅周围，乌军击毙了60名伪装成乌克兰国土防御部队的武装分子。而随着俄军在乌克兰的伤亡不断扩大，瓦格纳的活动也越来越多。截止到2022年3月底，乌克兰境内的瓦格纳佣兵已经从一开始的400人激增到1000人以上，而且还在持续增加。这一时期，绝大多数的瓦格纳雇佣兵都被重新部署到了顿巴斯地区。4月下旬的顿巴斯战役，乌克兰击毙了25名叙利亚和利比亚佣兵。5月初，一段瓦格纳集团参与顿巴斯巷战的视频被发布到了互联网上，而这也是瓦格纳真正膨胀的开始。由于在乌克兰的战事越来越焦灼，普京在国内面临着难以想象的巨大政治压力。在普京和俄军总参谋部的计划中，这个所谓的特别军事行动应该在1个月内结束。然而，不但基辅久攻不下，就连乌克兰东部也进展缓慢。俄军虽然有着装备优势，但却有着更沉重的舆论包袱。一旦伤亡过重，不但会引起国内舆论反弹，还会显著削弱俄军的战斗力。毕竟这100多个营级战术群，俄罗斯整整憋了10年才憋出来，自然是不会把他们轻易丢到前线充当炮灰来用的。其次，随着俄乌战争的不断进行，俄军的征兵活动变得极其困难。国内虽然明面上没什么抗议活动，但征兵的数字可不会说谎，谁也不愿意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充当克里姆林宫寡头的牺牲品。而俄罗斯在明面上也不敢搞强制征兵那一套，只能从边远地区，例如中亚和远东的俄罗斯少数民族中威逼利诱，寻找穷疯了的倒霉蛋。然而，要钱不要命的瓦格纳雇佣兵就没有这方面的顾虑，他们不会算到俄军的伤亡名单里，敢打敢冲，刚好为俄军开路，执行最危险的任务。2022年7月，瓦格纳集团开始在圣彼得堡的2所监狱招募囚犯，把愿意上战场的囚犯送往顿巴斯地区的战场。如果他们愿意加入瓦格纳，则能够获得20万卢布，并且在前线服役6个月之后，就将赦免他们的罪行。在巴赫穆特的鏖战中，这群惩戒营瓦格纳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巴赫穆特作为21世纪最血腥的战役之一，双方每天都有着数百人的伤亡。据北约的评估，俄方的伤亡人数是乌克兰的5倍。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称，2023年初最激烈的时候，巴赫穆特附近每天都有1000多俄方的武装人员伤亡，其中的绝大多数都是瓦格纳的佣兵。当然了，这个时候肯定有朋友会质疑这个数字，这么高的伤亡和交换比，必然是乌军瞎编的。
但2023年5月，瓦格纳的头头普里戈金在社交媒体上公开证实这一数字。他表示，在巴赫穆特战役中，已经有超过2万名瓦格纳佣兵阵亡，总的伤亡人数超过了4万人。那么，为什么瓦格纳的伤亡这么多呢？一些侥幸成为乌克兰战俘的瓦格纳向媒体透露，俄军将这些囚犯当作诱饵，他们装备简陋，训练不足，被俄军送到前线进行人海突击，来引诱乌军阵地开火。后方的俄军则可以根据乌军阵地的位置呼叫炮兵，拔出乌军火力点。可以想象，在这种战术之下，这些惩戒营瓦格纳的生存率到底有多低。不过，尽管付出了惨重的伤亡，瓦格纳在俄军中的地位却连军犬都不如。俄军忌惮瓦格纳做大，最终不受控制，因此只提供给他们极为有限的弹药。根据普里戈金自己的说法，瓦格纳有着70%的弹药缺口。他和瓦格纳高层对以绍伊古为首的俄罗斯国防部越来越不满，甚至在社交媒体上公开破口大骂，直指国防部长绍伊古和总参谋长戈拉西莫夫。接连爆出俄罗斯内部腐败的猛料，将俄军的底裤扒得是一干二净。正因如此，瓦格纳和俄罗斯的彻底决裂也只是时间问题了。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瓦格纳和俄军的关系从一开始就不怎么样，但俄乌战争将所有的不稳定因素成百倍的放大。俄罗斯政府为瓦格纳集团提供了越来越多的资源，但瓦格纳既没有任何法定权利，普里戈金也没有任何的官职，他们只是普京手里好用的棋子，而且随时可以像擦屁股纸一样的丢弃。2023年6月11日，俄罗斯国防部宣布，包括瓦格纳在内的所有佣兵都必须在7月1日之前和俄罗斯国防部签订合同。这摆明了是要将瓦格纳收编的，控制住这股越来越强大的势力，防止普里戈金做大。因此，普里戈金对此的反应十分强烈，坚称绍伊古和格拉西莫夫是一群狗娘养的。到了6月23日，普里戈金的个人新闻账号发布了许多爆炸性新闻，其中最震撼的是一段漫长的宣言。普里戈金称，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是毫无根据的，乌克兰并没有对俄罗斯构成威胁，俄罗斯国防部用虚假信息欺骗了民众和总统普京。当天晚上，数千名瓦格纳士兵开始从乌克兰东部乘坐公交车、坦克和装甲车等，沿着公路向俄罗斯腹地进发。他们的第一站是俄罗斯南部军区总部所在地罗斯托夫。虽然俄罗斯国家安全局已经对普里戈金下了逮捕令，但俄罗斯警察可不敢拦截这群杀神，军方也慌了神。普里戈金在当晚声称，俄罗斯军方正在用直升机和火炮袭击瓦格纳车队，瓦格纳军人却受到了边防部队的欢迎，场面一度十分混乱。随后，普里戈金几乎兵不血刃拿下了南部军区总部，并且宣称自己要前往莫斯科拯救俄罗斯和被国防部欺骗的普京。但普京的回应却是一段愤怒的电视讲话。他说瓦格纳正走在武装叛乱的犯罪道路上，要求瓦格纳士兵放下武器，否则就通通死刑。从表面上来看，一场恶战已经是不可避免。不过，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在普京和普里戈金之间进行了一次重要的调停。根据协议，普里戈金将离开俄罗斯，前往白俄罗斯避难，而对普里戈金的刑事指控将被撤销。他和他的瓦格纳集团不会受到任何法律制裁，而瓦格纳集团的雇佣兵将和俄罗斯国防部签订合同，由俄军统一管理。不久之后，普里戈金宣布自己将前往非洲，在那里继续瓦格纳的业务。只可惜的是，正如我们前面所说，俄罗斯的本质是一个帮派，而背叛了帮派老大的人绝对不会有什么好下场。2023年8月26日，普里戈金的私人飞机在俄罗斯特维尔州上空爆炸，机上不但有普里戈金本人，还有瓦格纳2号人物前格鲁乌中校德米特里·乌特金以及瓦格纳集团的几个关键人物。半个月后，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了一项总统令，要求群龙无首的瓦格纳佣兵宣誓效忠俄罗斯。俄罗斯最大的雇佣兵组织瓦格纳从此消失在人们的视野里，但俄罗斯的对外扩张恐怕还远远没到停下的时候。